对于中国的糖产业来说呢，现在的现状是低端和高端双重的夹击。那么低端的一头呢，是传统的种植和生产急需升级；高端的一头呢，就是新产品的研发，现在是迫在眉睫。那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越来越多的百姓呢，现在特别关注的是如何安全健康地摄入糖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就显示啊，目前我国成年人口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呢，已经超过了10%，发病率还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如何让糖变得更加的安全呢？最近几年啊，天然零热量的糖呢，渐渐被人们认识了。像一些国际上知名的饮料企业呢，已经把这种糖添加到了生产的饮料里面。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研发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接着来看调查。南方油菜花争相开放，也是种子繁育的最佳季节。刚从加拿大回国的张勇，要去看一个甜叶菊新品种。糖尿病呢，有多种因素引起糖尿病，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那就是摄入白糖太多。作为世界知名药理学专家，张勇还经营着一家外资企业。这家企业的主要产品就是新一代的糖。张勇把育种基地放在了中国，基地负责人王其斌是世界上著名的甜叶菊育种专家。甜叶菊新品种惠农8号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你看啊，这个这个叶间菊是相当专利啊，又是不一样的。你看，是应该可以保它是的。你看这个叶间菊，这个叶间菊多短啊，这个跟这又有点不同了。那它当然不同了啊，它是就叶间菊，能看出这个好，这个好。您从这个角度，对，像你看这一层往上涨，对，你看这一层跟基本就是就全是叶子，全是叶子了啊，是吧？农民就喜欢这个，就叶间菊这一个性状来讲，越短越好，还有叶片呀，越大越好。对。育种大棚正在进行的是枝条培育，工人们正在培育甜叶菊苗。这些秧苗长大后就可以进入大田。当时呢，我是在美国做教授，这个做糖尿病研发的时候，在这个资料的查询中间呢，就是关于这个有没有一个新型糖原、新型植物能取代白糖不光是天然，但是它是热量低或者是零热量在这个资料研发中间、科研中间发现了就是有甜叶菊这种一种植物。甜叶菊原产于南美洲，1985年被引入中国后，生产的甜菊糖主要出口日本、韩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甜叶菊生产和出口国。张勇在离安徽蚌埠不远的滁州，设立了一个甜叶菊加工厂，库房里堆放着收购来的甜叶菊叶子。对，本身它就是有甜味儿，它本身就有甜味儿。这个叶子呢，最早呢，是在南美被发现的。当地人呢，他们就用这种叶子呢，这个泡水喝，当茶用。泡出来的茶呢，就有一股这个甜的，实际是很甜味，很甜，清香味儿。对，是的，哇，用这种就可以直接提炼出糖。是的，对了，这个叶子提取的这个糖要相当于白糖的300倍，就是1公斤提取物，相当于这个300公斤白糖的这个甜度。张勇在甘肃、黑龙江和安徽都设立了同样的种植基地。这些甜叶菊叶子都是2015年收获的，看起来干枯的叶子里蕴含着丰富的甜叶菊苷，10吨叶子可以提取出1吨出糖。干枯的叶子变成白色的糖，怎么提取的呢？这是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叶子吗？对，这是我们刚才看的叶子灯光打出来。能看到。对，这个绿色
色的绿色的叶子，对，绿色的叶子啊，这是一个，这所有这些都是浸泡的，都是浸泡，这就相当于一个大茶壶啊，茶壶啊，你这很形象啊，大茶壶，茶壶把它里边的这种有效成分，提取出来提出来，对，这个提取液呢就进入了下一步的这个精化这个分离的工序，这是第一道工序，这是第一道工序。甜叶菊提取需要把甜菊糖苷吸附到树枝上，通过吸附树枝，把有用的成分留下，把不需要的杂质去掉。这个过程需要8小时。我们发现，另一条生产线上，被用来提取糖的是不同于甜叶菊的一种果丝。这完全整个一个果子。对我们提取来说了我们也是整个粉碎以后来提取的。你可以尝一尝就是说稍微就是这个你上不上这个？但是这个好像不如甜叶菊那么甜，甜味稍微淡一点。对，淡一点。你等一等。它的后劲儿比较足。后劲儿。时间越长越甜。那是您怎么发现这个？这个还是我这个本身呢，我这个作为我的医学背景呢对罗汉果这个食用这个价值那是这个价值是很高的。第二呢，国际客户来找我们，他们希望呢比如说他们能从我们这买到这个罗汉果糖。甘蔗糖、甜菜糖是第一代糖源，它们的特点是天然但高热量。糖精、阿斯巴甜属于第2代糖源，人工合成，热量为0。而第3代糖目前以甜菊糖和罗汉果为代表，特点是天然、零热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早在2008年就批准高端甜菊糖作为健康糖源。2011年，欧洲批准甜菊糖作为食品添加剂后，多家世界级食品饮料巨头加速研发新一代高端健康糖产品，数百种无糖、低糖食品、饮料产品被相继推上国际市场，并迅速打开销路。咱先说甜菊糖，你看它呢一直在呈上升趋势，从2009年在美国 FDA 是2008年批的，一开始上升趋势，它是每年呢未来3年预计呢可能以300%的速度受到继续向上增长。像它这个绿罐的百事可乐的它添加甜菊糖，它热量降低了50%，这是百事可乐，是不是？这是2大巨头，对不对？那雪碧也是可口可乐产品，是不是？它做的这个添加甜菊糖，它热量降低了30%。你看百事可乐，它把果汁里边是它著名的果汁它的品牌在国外的添加甜菊糖，它也降了50%。小岗村，现在村里最大的企业就是张勇在2009年建起来的甜叶菊糖的深加工厂。因为甜叶菊糖相当于蔗糖的300倍，如果要变成食品级，还需要进行复配加工。给它加工成相当于蔗糖同样甜度或者根据客户的要求，相当于蔗糖1.5倍的甜度需要添加一些就是我们其他的食品添加剂来进行复配，根据我们国际客户的要求。我们这个糖是3个组成部分，主要一个是甜菊糖就这一小袋里边就有，一个是甜菊糖一个是罗汉果糖它2个作为甜味剂。然后呢，还有一个食品添加剂这样加起来以后呢组成了这么一个复合糖，蜜用糖。所以这个呢是纯天然零热量，味道也好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很畅销。吴怀龙，小岗村村民，在这家企业工作6年，现在已经是一名管理人员。像车间里这些操作工都是本地的，对，这样呢就为村民解决了就业机会，然后就不用在背井离乡跑到外地去。是，他这样呢，对于个人来讲是有一份工作了，
发现而且对于村里来说，对于政府来说，也是不光解决了这几十个工作岗位，更是解决了这几十户家庭他所带来的一些留守儿童呀、什么留守老人这些问题。现在小岗村有67名村民都在这家企业上班，从种地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最近，张勇又在村里建起了一条生产线，新的生产线产能每年可达1万吨。小岗村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将在这里工作，掌握国际上最新一代的制糖技术。